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11号。比特币经过2天的下跌，很多朋友也在担心 27K 的比特币，或者是这个头肩底的颈线支撑到底能不能守住，以及一些朋友可能也在怀疑比特币这2天的下跌，牛市真的还在吗？今天视频也利用这一张图表里面的一些知识来跟朋友们判断一下牛市到底还在不在。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言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上一次在这2根 K 线附近有跟朋友们提到，感觉日线里面有一个头肩底的形态。那后面这一根 K 线突破，现在是又重新压回这个位置支撑，到底能不能守住？然后我们从4个小时里面去观察这一根颈线突破的位置。它这一根 K 线是带大量所以它压回几次守了几次，特别是这一根 K 线下影线的位置，我们去观察一下，就是一直在守，就是前面这一个高点的支撑位很像是一个上升三角的形态，后面是方向往上突破，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根 K 线当做主力的表态，这个位置必须要守。当然我们也要反一点，因为现在还是在震荡，从震荡的区间已经聊了几天，一个多方抵抗的吞噬，2个多方吞噬，3个多方吞噬，这个也是多方的吞噬。我的观点，不然你在这个位置真的要做多，因为这2天也是在试荡，前面的一些利润目前都还可以，就是在 25K 附近的这个区间，有天我建议买的话利润都还可以，但是这几天跳进去再试一些多单，感觉是很难那我的观点也可以去留意一下这个 27.2K 可以当做一个很重要的防守区，万一是它这个位置破，那么要观察一下还有一个位置是在前面的这个区间，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这边不是有一个 N 型的转折区，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把这个 28.3K 做一个高点的箱体高沿的位置，或者是我们看这个形态就是这个高点的位置 28.3K， 然后这边是 27.2K 附近，空间是1000点的波动，万一是这个位置真的破 27.2K， 你减掉1000美金，它如果我们要反一点就是主力不要把这个位置给破，万一是破的话，有可能是不是减掉1000美金，在这个区间会不会有一个继续做多的一个买点？因为我的观点前面有跟大家讲过，我们一直要反主力，不要给它重新回到这个箱体，如果真的把这个支撑破，又重新回到下方筑底的箱体，很重要的一个 N 型的转折区，就是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区，你要去反一点。如果主力真的非常恶心，又重新压回到这个位置，那我们要观察一下这个位置还有没有买点，因为这几天区间里面你要做震荡短线，因为我个人也不是很喜欢短线，有做对我是选择看会不会有没有往上突破，但是就这几天来观察，主力也不想利用，比如说美元指数这几天一直在跌，或者是昨天有跟大家提到的一个观点，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我的观点有可能就是1、2、3、4、5浪的末端，如果是这一个收益率是在下降的情况下，代表着美债的现货有可能有预期，就是美联储下一步有可能会继续停止加息，或者是未来有没有可能会降息，反正我们尽量留意吧。比特币日线的这个箱体支撑为 27.2K， 尽量不要给我跌破，或者是这个位置主力是不是在震荡的目的，还是为了等待明天晚上美国 CPI 要公布，预测值是在 3.6， 所以我们明天晚上尽量去留意一下美国的 CPI 会不会低于这个 3.6， 有可能对比特币来讲也是一个利好，因为如果 CPI 公布的数值是低于这个 3.6， 也会增强美联储不加息率预期。昨天视频是有跟大家讲到，目前美联储不加息率预期11月2号大概是在 88% 的一个概率，有可能美国那边是下一次不会再加息。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这一条绿色的线，也就是50个月的 EMA 均线，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比特币在历史上很重要的买点或者是底部抄底的方法，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有10几到20种方法都可以进行抄底。那我们就单看比特币月线这条绿色的50 EMA， 如果它从顶部的高点
比如说相隔3到4年有一个顶部的高点，或者是这个位置是17年的高点，或者是前面的这个位置是2013年的高点。那么可以看一下相隔3到4年，相隔3到4年有一个顶部，它如果进行下跌走空头的熊市，如果是破了这条50的 EMA， 我们下去要开始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历史上有这种经验可以明显的观察，比特币在2022年的6月份，当时这个位置破2万开始，下方就是很重要的抄底的区间，目前是已经脱离了这个区间，又重新返回到这一个50 EMA 上方，在月线里面有可能这边是不是一直在箱体区间盘整，而且只要有压回这条50 EMA 的位置，该买或者是空间非常舒服的位置，视频天天在提，该买的低点该买的都已经买了，这个区间有可能如果往上突破，我的观点概率在减半之前有可能会过这个 48K 的高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19年的底部也是一样，3到4年的高位，从17年的这个顶部一直往下跌，跌了10几个月，自己去数12到13个月，然后来到这个位置破了50的 EMA， 后面它开始反上去。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涨幅空间3倍，这个位置涨幅空间只有1倍，所以空间涨幅过大的情况下，它也是会重新压回到这个50的 EMA， 也是2次的买点，2B 的买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或者是它有黑天鹅事件再破这个50的 EMA， 我的观点也是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些买点位置，或者是你配合其他的一些技术形态，比如这个位置它就是箱体区间整理的上沿位置，支撑的买点。所以现在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应该就是在守，或者是这边这2个高点的位置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颈线的支撑，应该是已经守住了，目前有可能是在震荡，是不是等待某一个时间点会不会继续给我往上突破。而且有跟大家聊过一个观点，就是它空间只涨了1倍，不一定会有什么黑天鹅事件，会有这种更加深幅的一个洗盘。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2015年的底部，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从顶部跌下来也是跌了12到13个月，破这个月线的50 EMA， 有几次破位，这个位置破都是非常重要的底部，或者是它后面重新反上去，月线里面这一根 K 线第2次跌破，如果没有黑天鹅事件，当时 B 网没有被黑客攻击，相信有可能从这个位置开始都要进行一个大涨。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没有这种黑天鹅事件，一般很难再跌破这条50的 EMA， 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涨了不知道多少个月才在17年的高位然后见顶，而且15年这一波涨幅空间也是相对比较小，后面基本上不会再去踩这个50的 EMA。 所以历史上有这种经验，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是第一次破这个50 EMA， 在月线里面有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抄底的位置，或者是第2次再踩这个50 EMA， 甚至再破这个50 EMA， 有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2次的买点。19年有这种经验，或者是20年有这种经验，那现在22年有这种经验，现在23年守在这个位置买入的筹码，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抱住，不一定会有这种黑天鹅事件。我是觉得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在空间震荡，随时都有可能往上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